男的给我拎在破衣柜上，大还要饭的呢。阿姨，我是来上门提亲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提亲？做梦吧！阿姨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不是不跟。妈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锦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就拿这点东西来我家过年啊？难怪惹我妈不高兴呢。念念，阿姨肯定是误会什么了，这不是破树枝，这是千年人参。千年人参价值几百万，你怎么能买得起啊？我知道你，但我妈要的是一个态度，你也不能拿个假货。这真的是千年人参。算了，等会儿再和你解释。念念，让我先进去吧。今天不方便，你改天再来。不方便？为什么？哟，四妹，你也来了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念念，妈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还能赚这么好，这个贷款一定很贵吧？你能供得起吗？妈，这是公司董事给我的奖励，不要钱的。是呀，阿姨，陈总呢，现在是江氏年度商业新星，前途无量，您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是，念念现在是有出息了，就是找的那个男朋友不行，一个破画画的，哪有临川的玉树临风啊？要我说，赶紧给他分了。阿姨，锦寻是我们公司的普通员工，能送这些东西不错了。真不知道念念看上什么了。春念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不方便吗？临川的家人都在国外，我只是害怕他过年孤单。春念，你难道不知道过年邀请一个男人回家意味着什么吗？请你立刻让他走，我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这是我家，我邀请谁是我的自由。宋锦行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非要留下来自取其辱。程念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和他只能留一个。够了，锦行，你不就是觉得林川比你优秀吗？我怎么不知道你之前是这么狭隘啊？宋总，按照您的一切要求准备就绪，是否开始执行全面性？计划取消，撤回对程念的一切扶持。撤回对陈总的一切扶持，你在这儿演什么霸总呢？锦行，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，但感情这个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程念，你当初一无所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这么说？不就是陈总创业的时候你给了几十万吗？还想买断陈总的人生？你对我的付出我都记得，我会回报你，但不是回礼。现在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，而你还在原地踏步。李总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怎么了？天域护媒的李总突然取消了跟我们的合作，把投标给了其他公司。为什么？之前不是他们上门找我们的吗？不知道，李总什么都没说。不可能的那个，他只是个普通的设计师。陈总，你别着急，我跟李总还有点交情，我请你上门拜访。还好有你。不用去，是我通知你。就你也配？连我都没见过李总几面。什么？你怎么会有李总的电话？假的，肯定是别的什么李总，或者是他故意改了别人的名字。宋少，你的吩咐我已经照着办了，以后还有什么事用得着我老李，说一声就行。谢了，李总，改天一块出来聚聚。好，宋少请客，我一定捧场。真的是李总的生意？你怎么会有他电话？程念，或许你从来就没有了解过我。我知道了，他出卖了公司，肯定是宋锦行偷了合同方案，交给了李总的公司，这样李总就不用按照合同交给我们30%的利润。锦行，我怎么不知道以前你是这种人啊？
程念，你竟然将三言两语的挑拨语都信了？事实如此，要不然你怎么承认你跟李总的关系？陈总，赶紧报警吧！现在报警才能挽回些损失。慢着，怎么心虚了？我劝你们最好小心。如果你们解释凭猜测就怀疑李总，你们可能难起。陈总，他就是在吓唬你。等我们有了李总的把柄，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？不，他说的对，得罪了李总，我们恐怕会被全行业禁止。那就这样放过他。我们锦城服饰拥有最优秀的设计团队，最稳重的，就算没有李总这个大客户，也伤不了我们锦城的分毫。锦城，你还知道锦城两字意味是？金行，你看，我终于拿到锦城的营业执照了。有了自己的公司，宁宁，你以后再也不用看这份人的眼色。锦行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给的几十万，就没有锦城的建设。沙头，锦城本来就是有你有我。你放心，等将来你的投资，我会给你10倍、100倍的回报。好，不用你提醒，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锦城既然是我亲手建，那我亲手毁灭锦城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给我们代工的嘉盛服装突然取消供货了。怎么可能？嘉诚的赵总上个月刚来公司拜访我，感谢我们，怎么可能突然取消供货？不知道，是嘉盛的经理打过来的。现在生意这么难做，一个小的单子都有10几个代工厂自抢，他们疯了。难道又是？张总，哎，程总，哎，谢助理，啊，过年好啊！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给您拜年呢，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啊。这不方便吗？方便，当然方便，经理人请。张总，可是刚才您说不是要取消和我们合作吗？胡说，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究竟是谁在造谣？是你们公司的许经理。小许，他喝多了吧？那嘉盛没有取消合作？当然没有，赵总刚刚嘱咐我来给您拜年，怎么可能取消合作啊？那是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肯定又是他在捣鬼。他是谁？他是我们公司负责和嘉盛对接的普通员工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好像在赵总办公室见过他。你认识赵总？他哪有那资格？应该是赵总看在您的面子上，跟他客气一些。是的，赵总对跟你们的合作一直非常重视，怎么可能取消合作呢？陈总，我建议立刻展开调查。我怀疑宋锦行和嘉诚的许经理有勾结，吃回扣。可以，查，随便查。你就不怕？你想抵赖，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这是上次我拍到宋锦行从江市最高级的酒店里出来。你给我个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这种地方人均消费几万起，你一个月工资几千块钱，怎么去得起这里？程念，如果是从前，我可以给你解释，但是现在没必要。我看在过去的情面上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否则等会儿警察来了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张总，帮我调查一下。当然没问题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不过还有一个事儿，程总，你看我们公司的货款是不是可以给你倒结一下？货款，我不是早就给你结了吗？张总，这中间是不是搞错了？供应商的货款我从来没有拖欠过。这我们确实没有收到货款，
你看我干什么？那给供应商打款的人，林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货款我半年前就划给你了，他们为什么没有收到？陈总，你听我解释，货款被我用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什么？你居然敢挪用公款？陈总、张总，你别着急，我也是人好心。你们也知道，公司上市之后，我们的估值翻了近10倍，我就那2000万的贷款买了股票，现在价值2亿。等一下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你这个叫内幕交易是要坐牢的。宋锦晴，你别吓唬我，你以为我不懂法吗？我既不是公司高管，又不是股东，哪来的什么内幕交易？不对，你泄露你的身份，如果说没有程总去授意的话，根本不可能内幕交易。宋锦晴，难道你要连程总也一起告你？张总，你等我明天把股票卖了，我再还您的款。另外，再多给你10%，您看如何？行，看在程总的面子上，我答应你。又来。哦，我的电话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想起一个成语，叫惊弓之鸟。你张总，又有什么事儿吗？不好意思，刚才赵总打电话过来说，今天必须把款结清。可是今天股票没法交易，我哪有钱给你？对呀，张总，就不能宽限一天吗？不是我不留情面，是赵总刚才一口咬死，今天必须结清。张总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我以前答应您明天给您还款，您就不能通融一下？您这样，我们还签不忘？忘了告诉你们，嘉盛会取消跟你们的合作。取消？为什么？这是赵总的意思。刚才他在电话里强调，必须执行。这个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，想不到景城公司藏着一尊这样的，可惜他们有眼无珠啊。程总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限你们今天下午6点之前必须把款打过来，否则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。张总，张总，怎么会这样？婷婷，你现在还觉得谢明川更优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这又不能全怪他，林川也是为了公司好。我以为你只是一时的糊涂，没想到自己已经非礼我的。你好，张总。张老师，今天晚上必须还款，就会向法院申请并进公司所有财产。这一切都和你有关，是吗？程念，我说过我会收回给你的钱。你给我，只是当初区区几十万的私人资金，你还给我什么呀？给你什么？你以为当初你一个自装的小公司，凭什么和嘉实分得账期？你以为就凭他一个混子，凭什么3年后的剩下大奖？你又为什么以为高高在上的体制能和你谈合作？宋林行，你不过是利用职务便利认识了几个总裁，还真把自己当霸总了。林川，给银行打电话，带一批短期贷款，先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。秦总，银行不同意贷款。为什么？连银行也要约定价值。再打一次，说我要抵押别墅，这套别墅价值4000万，再2000万，应该不少。不行，不用钱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别墅不属于你。你在说什么屁话？这是陈总刚刚买的别墅，还是我亲自去跑腿办的手续。你够了！我不管你跟那些老董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你也管不到我家里。现在立即从我家离开！赶紧滚进那来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们没资格干我。臭小子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你惯了！你怎么能打人啊？正当防卫
你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。他刚才打我时你怎么不说？程念，你别怪我没告诉你，这别墅是你为了避税靠在公司名下的。你想用房子抵押，必须得经过公司多数股东的同意。陈总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占股49%，他同意的事就没人能反对。现在立即召开股东线上会议。各位股东，关于贷款的事情，大家现在开始投票。等等，宋锦清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这可是股东大会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现在投票数已经过半，我的贷款权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未必。宋锦清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现在同位的股份加起来也超过70%，就算你股东和你高级，也无济于事。我记得公司章程里面好像有这么一条，凡是参与公司重大资产决定的，必须投票的股东数超过75%。那又怎么样？就差那2-3个百分点，你能说服所有的股东不成？怎么了？投票停止了。什么？电脑为什么不动了？是不是卡了？不是，一切正常。这又是你搞的鬼！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我还可以抵押我手中价值几十亿的股份。我就不信我凑不出区区2000万。陈总，您不能抵押股份，万一失去了公司控股权怎么办？你放心，锦城的股权分散在几十家投资机构里，我只要保持在40%以上，控股权就不会流失。帮我给金融机构打个电话。陈总，成了，他们同意了。对方愿意用5000万换取我们9%的股份，这么少？这些金融机构都是吃人不语、不糊涂的东西。他们已经收到了天宇航母起来的消息，认为股价会跌。好吧，现在不是计较这一点的时候，重点是先控制底下的难关的人，不能让外界再对我们失去信心。好，我去准备合同。你似乎有很多事情呢。谈不上瞒着，只是没到坦白的时候。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多人？如果说我从一开始就认识，你会后悔吗？不会，我坚持我自己的选择。选择？你的选择就是这个谢明川吗？他只是比较优秀而已。优秀？你就是这个样子，只会嘲笑你低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能？就又没有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，天天在你身边报备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又不瞎。好，是我瞎了。陈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据最新消息，锦城公司出现重大变故，投资机构纷纷下调预期，有机构预测锦城的股价会跌超过90%。姐，喂，孙经理，呀，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下周都好商量。喂，怎么样？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我们公司股东变动太大，不再接受质押。再去给别的机构打电话。之前不是跟我们合作的有很多吗？不，孙经理刚刚说，现在全行业都统一的决定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怎么什么都信啊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人相处这么久，宋锦清的背景肯定不一般。以前看都一样，我必须趁着陈明对我还有好感，抓住他，唯一的机会。我知道他是什么人。什么人？陈总，您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肯定是早有什么意思啊？陈总，就算宋锦清和你吵架，也不过是今天的事情，为什么短短的时间内，这些人都知道他绝对有问题？可是我跟他从大学就在一起了呀。难道你还不懂吗？宋锦清看到你弟步步高升，他跟你心动，所以他早就做好准备，他就是其他公司的商业间谍。说得好，
你不用再解释了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这个人有什么能力，我们都很清楚。陈总，您和他相处那么久，还不知道他有什么能力吗？金星，你真的这么想吗？程念，你是不是傻？他说什么你都信？可是这些你怎么解释？如果不是你出卖了公司的机密给他们，他们怎么会反应这么迅速？金星，如果你真的很担心，你就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而不是这些歪门邪道。程念，你永远相信一个混子，不愿意相信我们之间7年的感情。你们这2年的表现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我知道你生林川的气，但是你别污蔑他，你这样会让我更看不起。对，宋锦星，陈总虽然出身不好，但他确实是为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今天的地步，他值得更好的。你这样是在否定他的付出。金星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太好了，这个傻女人被我捧2句就信了。陈年就算是财产收缩水，但依然是棵大树。但我先得把碍事的宋锦星赶走，这一次说不定反而会成为我的机会。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你眼中的新生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世界皇家艺术设计学院服装设计的专业毕业名单，这是历10年以来所有的毕业生，你看看，到底有没有谢林川这3个字？林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是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救了一个被下药的女同学，做了权贵的儿子，这才没能拿到毕业证。可是我真的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，那些设计可以证明我的能力。你怎么不早点跟我坦白呢？我是想用连续5年的大奖赛获得名次之后再向你坦白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这些事儿也不是你的问题，而且你也是因为见义勇为才没有得到学历的。没事，我不在乎。如果你查到的就是这些，那你可以停止。林川已经用3年的设计大赛证明了他自己的能力。你真的以为景城3年的设计大赛奖是靠他这个废物得来的？你在说什么？宋锦熙，我才是景城的设计总监，所有的获奖饭都是经过我手的，没有功劳难道是你的吗？宋锦熙，你就是一个臭画画，没有成长，你能做服装设计？那就请谢大姐把今年的绘画获奖大赛图纸给咱副手下。我凭什么画？对啊，那这又证明什么呢？既然谢林川说是他的方案获得了设计大奖，那简单重现一下应该不过分吧？糟了，今年的设计方案我压根没仔细看，对细节完全没有印象。我这事他怎么知道？当然没有问题，可是这些东西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画？谢大总监，绘画功底是每个设计总监都必须要有，只需要笔和纸就行，又不是让你画精密的图纸，你哪用得着别的东西？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林川，你就给他画一下，让他心服口服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刚才摔倒了一下，手腕还有点伤。林川，没事吧？不如去医院看看去，小心落下残疾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从刚才到现在，我可没看出来谢总监手腕有一点点的伤。我那是不想让陈总担心。好，那我来画。陈总，我这去拿纸和笔。不用，我这里有笔和纸，你就用这个画吧。你带啊？你随身带这些干什么？就用这张纸的背面吧。你怎么会随身带一张纸啊？是什么文件呢？没什么，一张废纸罢了。怎么，谢总监还是要什么东西吗？陈念这2年重心就放在经营上，对摄影应该不太熟悉。我大致记的样子，应该能混过去。看到了，这就是你谢总监画的东西，各种细节，几个同学都根本对不上。我参加服装大奖赛是前几个月的事儿了，我忘记了很正常，哪能记得起那么多的细节？那倒也是。行，记不住细节可以，那设计理念你总该记得吧？那么说，我怎么可能记得住？好，
设计理念你不知道，那设计主题你总应该记得吧？该死，怎么办？难道瞎编一个？但是设计主题就在方案里写着，一旦对不上就完了。是，行了，编不出来就算了，免得丢人。对不起，陈总，这是我手底下的设计师设计的，确实忘了。公司已经发展起来了，我认为该是时候给新人机会。我做主，让新人参加这次任务。对不起，没有提前告诉你，实在抱歉。林琛，你也是为了公司好。是陈总您的信任，才有了我去大胆去做的勇气。那这次的方案到底是谁设计的？等我回到公司，我去查一下。难道是他设计的？这怎么可能？3年来，他一直默默无闻。锦晴，你知道今年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吗？我自然知道。那是什么？原来你也不知道，你是在诈我。他真的不知道吗？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？程一，如果你看到设计主题的名字，会不会明白？还是我对你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？我自然知道，因为那就是我们的设计。就你一个没学过服装设计的门外汉。不光是今年，连这3年的设计都是出自我手。什么？你说这些设计都是你的名义？是的。宋锦晴，你别大言不惭。服装设计大赛是全球顶尖赛事，任何的服装设计师都不可能蝉联冠军，更何况是你，一个没学过服装设计的门外汉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根本就没有能力连续获得3次大赛的冠军吗？我是服装设计总监，即使不是我设计的，也是我带领的团队设计出来的。好一个不要脸啊！把不属于自己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。你口口声声说那是你的设计，证据呢？第1年的设计主题是自由之美，讲究的是自由和美的相互协调，而不是讲究美是自由的复制。的确是这样。第2年主题是文明与传承，我们采用了大量的汉服元素，包括宋代淡雅典的设计理念。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这只不过是前几年的设计方案，在公司里面都有案例，任何人培训的时候都看过。你恐怕是忘了，我上面说的这3年的，在案例训练里面根本就没有，现在目前还是属于公司的机密。但是这又和你说有什么关系？这即使是公司的疆域项目，在公司里有心的人都能看。林川说的对，当然一般人不会背得这么紧，而且今年的设计理念还在改进，只有过了今年的新春发布会之后才能公布。金星，你知道今年的设计理念吗？你不知道？我不想说。为什么？只要你说出来，就能证明这些作品是你设计的，而且公司里除了我和林川，没有人会知道具体的设计理念啊。程念，如果你看过了这次的设计方案，你自然会明白。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就知道他在撒谎，他不过是知道了比赛的结果，看到了比赛的获奖作品，根本不知道设计理念是什么。所以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要不要说出来？我为什么会犹豫？难道我还没有下定决心？念念，毕业后了，准备干什么工作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呀，我就想当一个自由的服装设计师。行，我支持你的梦想。傻瓜，可是现实的引力太大了，我没有支持我梦想的翅膀。我呢，倒是有一些钱，大概几十万吧。那怎么行？那是你的钱，咱们也只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我也不能花你钱啊。念念，那就算我的投资，到时候你要赚了钱，还我行吗？好，我会记得的。是啊，事到如今，我还期待什么呢？今年的设计主题是
念念不忘。念念不忘。今年的主题是念念不忘。还真的是念念不忘，这怎么可能？进行，哇，说不定他是从哪里看到的，他知道设计理念又如何？入口。陈总，你怎么？你们在吵什么？阿姨，我们在聊工作上的事情，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念念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阿姨，该走的人是我。胡说！你来给阿姨拜年，阿姨很高兴的。至于某些人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还赖在这儿不走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妈，你闭嘴！真是个没脑子的东西，好赖都分不清楚，真是白长了一双眼。麻烦的事情赶紧处理，我这心脏不好，你别再气我了。走，阿姨给你包饺子吃。对不起。你的道歉，我接受。他怎么还没走？妈，他毕竟也是客人。行了行了，反正也是多双筷子，全当喂狗了。行行，你能留下吃顿饭再走。也许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。念念，你给小谢夹菜呀，人家过来拜年的，再懂点礼貌。谢谢陈总。小谢，听说你是海归，还是高材生呢？是的，阿姨，我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。皇家艺术学院，那一定很厉害吧？是不是国内那种国王、王子上的学啊？妈，皇家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闭嘴！你和小谢说话呢，插什么嘴呀？你平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小谢啊，你这么一表人才的高材生，追你的女孩一定很多吧？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。那你看看我们念念怎么样？妈，你闭嘴！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连个正经的男朋友都没有，我这当妈的能不替你操心呢？阿姨，陈总是江市最年轻的女商业家，长得又漂亮，我配不上。别说配上配不上，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。啊，我哪敢呀！哎呀，还不好意思。念念，你要是下午没事的话，你陪小谢出去转转，顺便看个电影。我这公司的事情那么多还没处理，我哪有时间啊？公司的事儿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干，养他们又不是养的废物。金行是我的男朋友，我怎么能跟别人一起去看电影呢？他也配？之前你跟他谈恋爱我不反对，可是现在你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阿姨，我认为身份不是作为爱情的障碍，反而是爱情的底气。那是因为你穷，你才这么说。如果你和念念地位互换，你还会选我们念念吗？会。你也就说的好听。你说什么？阿姨啊，我说不会。季晴，对嘛？这样你也不要怨我们念念跟你分手，因为你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阿姨说的对，之前是我错付了。我们能谈了吗？谈吧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刚才为什么会那么说？我只能回答你一个问题，你想要知道哪个？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会知道。暂停对程总的架空。难道那些人都是听你的指挥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利？陈总，陈总，金融公司那边来电话了，可以重新谈股权架构的事宜。真的？我就说我们简直实力雄厚，不会光我些小人随便就能轻易打倒。好，让他们报价，今天务必凑齐招股的付款。撤出计划开始。张总，你放心，稍后货款我就会给你打过去的。一下子抵押了25%的股权，才凑够3000万。宋景行一句话，竟然能决定公司的生死。念念，那个宋景行到底什么时候走了？妈，我们的事儿你就别管了。念念，我知道你跟他谈了几年有感情，可是现在他已经配不上你了。妈，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什么这样那样，再怎么样，他也就是个穷小子。妈，他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有钱。有钱？多有钱？几百万？几千万？难道是亿万富豪？他不会就是那种隐藏身份、寻求真爱的富家公子哥吧？我也不清楚。念念，你有出息了。这个彩礼能要多少钱？你好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这里有人私闯民宅。警察同志，您来正好，私闯民宅的人就在里面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误会？他其实是我男朋友，但是是前男友，他还老上门骚扰他。你是谁？跟他们什么关系？你是这家的屋主吗？不是，我是这个家的屋主。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有人私闯民宅，请问有没有这回事？没有，都是误会。年轻人吵吵闹闹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阿姨，您在说什么？您刚才还要把他赶走呢，咋突然改变态度了？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要赶走他了？阿姨，您刚才还要承认跟他分手的呢。我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儿多嘴了？同志，都是误会啊！这里没有私闯民宅的人，不知道是哪个别有用心的人在这儿乱报警，给你们添麻烦的。故意报假警可是违法行为，下次请先搞清楚状况。好。小宋啊，来，阿姨说说话。好的，阿姨。小宋好，喝水。小宋啊，你和念念也谈了几年了，什么时候结婚呀？阿姨，我这是穿越了吗？穿越？什么穿越？现在年轻人说话都听不懂。阿姨，你之前不是还说劝我跟念念分手，说我俩地位不匹配吗？哎呀，什么地位不地位的，年轻人怎么那么封建呀？这样吧，你们年前就把婚定了，彩礼我也不多要，1个亿。妈，阿姨，我月薪就6000，1个亿的彩礼我真的拿不出来。阿姨知道你低调，可是念念都告诉我了，你可是个大老板。阿姨，我只是认识些有钱的人，念念她可能是误会了吧？误会？你真不是吗？阿姨，我真的不是呀！我要是有钱人，我还能那么寒碜的过来？那你给我滚！阿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骗子，还想来骗婚是吧？阿姨，我可从来没说过我是有钱人。况且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不搞什么地位差距，不要搞封建传统。你个穷鬼，也敢来教育我，还想娶念念，做梦吧你！刚才那警察呢？叫那个警察过来。
把你抓走。肯定是刚才的警察呀！你给我等着！念念，他说他是你们公司的人来收房子，这房子不是你自己的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谁？你不是我们公司的人。我们公司刚刚收购了锦城76%的股份，现在掌握绝对控股权。我代表公司来清查公司的财产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收购锦城76%的股份，可是我明明有49%啊！叶先生，那76%的股权是不是在你手里？是。所以，我那25%的股权，还有那51%的股权，也是你买的？对，你只说对了一半，那51%的股份本来就是我的。所以，你才是最大的股东。程念，我只是想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股东设计师梦想。原来一切都尽在你的掌握之中。好，算我看走眼了。你现在还有空笑得出来？我为什么笑不出来？我笑你蠢，我笑你姑娘破产。这么一想，我就舒服啊。念念这么能干，怎么可能会破产？能干，那就是别人养着玩的一个金丝雀，野鸡还想变凤凰啊！当然，你和他都要滚着回那个鸡窝里去。够了，谢立川，我这些年干你那不，要不是我伪装了精英的身份，你看不出我看我一眼。你的身份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，我弄了个什么狗屁做衣服的，我从网上找的枪手，很便宜，300块钱一套。那些设计也是假的。是啊，要不我说你有眼无珠。哎呀，我陪你养了这么久的线，我本以为你是棵大树，没想到就是一个废物。不要，我俩没处变数。好女士，我同意把念念嫁给你，之前都是阿姨不好。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恨我？没有，你还记得你问我的2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，第2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不选择你。现在你选了第1个问题，现在我告诉你我是谁。那我如果要选择第2个问题呢？这个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妈，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咱们可以走了。我头一次住这么好的。念念，你和宋总真的不可能了吗？要不我住你再试试。据本台消息，前锦城设计总监涉嫌诈骗，已被刑事拘留。受害公司已经提起诉讼，索赔7000万。好，太好，就应该判死刑。念念得知我骗了他这么久，不知道会不会生气。我只能尽量做到最好，祈求他的原谅。所以我策划了这长达半年的求婚，从得奖的设计开始，希望念念不忘。